她是日本皇室最幸福的公主，母亲开明，丈夫帅气温柔，6年生了3个儿子。对日本皇室来说，万世一系是一把利剑，毕竟因为这样的追求，他们几乎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的日本皇室公主开始选择走出去，嫁到平民中间去，摆脱束缚的同时，也改变子孙不继的现实。只不过想要轻易改变命运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看看这些年下嫁平民的日本公主们，似乎一个比一个过得惨。青子公主，明仁天皇唯一的女儿，美智子皇后的掌上明珠，人生的前30年都过得金娇玉贵，可因为过度遗传奶奶良子的尊荣，所以在感情方面始终是高不成低不就。好在黑田庆树出现了，出身平民，但努力好学，为了不让女儿在家成为老姑娘，明仁天皇与妻子美智子最终还是将她嫁了出去。2005年，青子带着过亿的嫁妆从皇室成员正式改为黑田。为了适应这样的生活，她不但学习了做饭、开车，还学了洗衣服。可想而知，曾经的公主再没人侍候了，一切都得自己亲力亲为。如此大费周章又如何呢？结婚至今19年过去了，青子的生活似乎一团乱麻，与丈夫关系一般，与婆婆关系不睦，哪怕出钱为婆家买了房，可依旧没一儿半女，从而备受婆家冷眼。青子是正统日本皇室的嫡公主，再数就是旁支公主了。这就是日本皇室的硬伤，真没多少成员，他们为此只能内心抑郁。千家典子，来自日本皇室旁支高原宫县人亲王之家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久子妃如今还在为皇室工作，而她的婚姻则是近代公主中嫁得最好的，因为典子嫁给了同为日本贵族的千家国弥，那是一个专门为日本皇室所存在的家族，主打为皇室的神社祭典出力。这种身份就算是贵族了，与典子倒是相配，只是千家国弥比典子大了10多岁。2个人结婚时，他已经是41岁的油腻大叔。说实话，这婚姻不怎么般配，奈何典子自己愿意，最后他自认幸福的嫁了。2014年，高原宫典子更名千家典子，圆润油腻的千家国弥志得意满。可如今10年过去了，夫妻的爱情童话依旧没有打破皇室子嗣不畅的现实。据说原因是千家国弥婚后经常与典子两地分居，也不想孩子。可细想想就有些不攻自破的谎言感，毕竟千家国弥的和尚身份是世袭的，他不要孩子自己家的祖业，岂不是后继无人了？可见典子的婚姻是不是美满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嫁已经嫁了，含着泪也要走下去。离婚对于她这样的公主来说，还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事。看完这2位公主，似乎高原宫中的老三炫子就成了日本皇室最幸福的公主。为什么这样说？那当然要从她的婚姻说起。炫子公主出生于1990年，2018年嫁给了自己的青梅竹马手工会。虽然也不算早婚，但一看就是两情相悦的模式。当然，炫子能拥有这样的爱情，还是拜她妈妈久子妃的开明所致。据说久子妃与手工会的母亲是闺蜜，2个人一直交好，结婚后还相约将来要做儿女亲家。没想到的是，手工会的母亲不幸早亡，而她则多年求学，并于外地工作。但久子妃似乎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事情，当好不容易等到机会与手工会相见时，便马上介绍了自己的女儿炫子给她认识。你看，有一个开明的妈妈是幸福的开始。炫子在母亲的撮合下与手工会一见钟情，2个人很快就进入了热状态。有人说，之所以这么顺利，还是因为手工会太帅了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哪怕是今天来看，他依旧保持着高挑帅气的外形，一点中年人的油腻都没有，特别是脸上的笑始终温柔。看向炫子的时候，手工会的眼睛几乎在冒粉红泡泡。嫁这样一个男人，炫子不在梦里笑醒都已经算是矜持了。于是炫子这个日本皇室最爱笑的公主带着600万的巨款结婚了。出嫁之后又成了最幸运的公主，于2019年便生下第1胎，一举得男，那气势几乎是先声夺人，让整个日本皇室都抖动不已。30年，日本皇室3位公主嫁给了平民，脱离王室，2位公主始终无后，而人家炫子1年便生了个儿子，这是何等的大气磅礴。而这还不是炫子夫妇创造的第一个奇迹。2022年炫子再度产子，2024年又一次产子，结婚6年，连续生了3个儿子，这节奏绝对打破了日本皇室这些年来的记录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
另一位公主也下嫁给了平民，而且为爱远走国外。那位公主便是结婚快3年的贞子公主，只是这么久了，她还没有传来有孕的消息。而根据媒体的说法，远在美国的贞子已经表示过，现在还不急着生孩子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，在结婚时，贞子公主曾经说过，希望在30岁之前完成结婚生子这一人生大事。贞子公主的婚礼成了全国热议的话题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反对声音，甚至有人走上街头抗议。婚礼的举办也让人不禁感叹，这或许是皇室有史以来规模最低的一次婚礼。与炫子公主相比，贞子公主的婚礼堪称寒酸至极，几乎没有仪式可言，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她与炫子公主相提并论。原本计划与炫子公主同一年结婚的贞子公主，却因小室圭的黑料曝光未能如愿。相反，炫子公主则兴高采烈地迎娶了自己的爱人，受到了无数人的祝福。从婚姻的角度看，炫子公主的婚姻无疑是胜过了贞子公主。炫子公主的父亲现任亲王虽然不属于皇室的正统血脉，但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一直致力于福利事业，毕业后还担任研究员。她的美丽和笑容常常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是她的笑容流露出内心的幸福感。炫子公主于27岁时认识了未来的丈夫手谷会，由母亲九子妃牵线搭桥。这对夫妇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尤其是运动，使他们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感到非常愉快。2018年7月，他们正式订婚，举办了记者会，展现出幸福和羞涩的笑容。炫子公主的丈夫虽然是平民，但毕业于名牌大学，就职于世界500强公司，父亲则在政府担任高官。这样的家庭背景无可挑剔，没有负面新闻和黑料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贞子公主的丈夫小室圭也是平民，但却因家庭背景和个人问题备受争议。小室圭在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，但未能通过美国司法考试，这让人对他的能力产生质疑。他的父亲早逝，而母子2人却卷入了各种黑料，涉及欠债和不端行为等问题。与手谷会相比，小室圭无论是背景还是品行都相形见绌。炫子公主的婚礼遵循了皇室公主出嫁的传统礼仪，包括纳采之仪和告期之仪等，一丝不苟。她还获得了高达1亿日元的嫁妆，显示出对她的尊重。而在2018年10月29日的婚礼上，她身穿传统的12单礼服，散发出喜庆和贵气，她的笑容更是灿烂，与贞子公主形成鲜明对比。婚后，炫子夫妇过着低调而幸福的生活，各自从事着自己的工作。第2年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完美。与之相对，贞子公主的婚姻备受争议，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，不得不远离家人和小室圭前往美国生活。在这个比较中，炫子公主的婚姻无疑更加幸福和美满，她拥有了幸福的家庭、事业和儿子，而贞子公主则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。这个比较不仅仅是2位公主的婚姻差异，也反映了家庭背景和人品对婚姻的重要性。最终，幸福的笑容是最好的证明。炫子公主的笑容，正如那句古话所说，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。如今，贞子已经30多岁了，结婚已经3年，可孩子还迟迟没有被排上日程，原因很多。为此一度有说法，她在考虑冷冻卵子，看来生孩子这件事还要等很多年才行。如此一看，炫子确实是不同于其他公主的幸福，拥有一个开明的母亲，一手促成了女儿最完美的婚姻，丈夫帅气疼人，还有稳定的工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炫子只剩下生了。